OK， 又到了 Pagano 台湾所热情赞助的咱们最佳车手跟苦瓜奖啊！哇 ，Kiki， 其实呢，在这个英国大赛之后的话呢，我们看到啊，那真的不到24小时啊，网络上面就是这个口水战满篇呐。那当然了，这个的话呢，我们就不需要再去提这些事情了，因为我觉得啊，不管怎么样啊，你所站的位置、所看的角度不同啊，那这个立场不同，你就会有不同的解读。不过有一点，我想大家都同意的，因为不管是这个Red Bull 也好呢，或者是这个Mercedes AMG 也好，还有其他车队，其实车界大家都蛮谴责的。有一点就是说，你可以争论，可是呢，真的不要去做那种很不理性的这种种族的这种 cyber， 就是 Internet 上面网络上的霸凌啊。那当然了，这个是很不可取的啦。当然，最终啊，还是那句话嘛，对不对？你所支持的车手，然后呢，他这次没有拿到好的成绩，你可能就会为他抱屈，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啊。可是真的是不要过于不理性的这种攻击啊。OK，Kiki， 你觉得这一次呢，最佳车手表现最好是谁呢？Well， 我觉得这一次 Charles Leclerc 真的是表现得相当的好，因为呢，我们终于看到 Charles Leclerc 在今年的赛季可以站上颁奖台，虽然是这个第2名的这个成绩，不过呢，我觉得这次他真的非常值得提的是，因为呢，大家都非常清楚 Ferrari 现在的状态，其实这几年来都一直不变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而且可能他们的这个动力的这个 power 还没有能够完全跟 Mercedes 跟 Red Bull 在compete 的时候呢，其实在这一次 Silverstone 大赛，我们看到他能够有这样子的成绩，真的是非常棒的。最重要的是不要忘了，他在领先的情况之下，还一度发生了他的 engine mapping 呢有一点问题，所以呢，大家在看比赛的时候也看到、也听到了 Team Radio 要他呢要重新的让车手去 set 这个 default， 重新的呢这个校正一下、归零一下他的这个电脑，那当然也是蛮忐忑的。不过我觉得，其实啊这场比赛呢，他能够有这个，就算是碰到 engine mapping 有问题的时候呢，他有能够累积下来的本钱，是因为呢在 red flag 之后、红旗之后重新起跑。其实我们看他跟 Hamilton 的在抢那个第一个弯的时候就开始，真的是他一起步其实就带出来，然后呢随着接着这些弯啊那些，他都能够保持一定的优势啊，然后能够一直带到这个倒数的第2圈，这样到了倒数第2圈的时候，还有一个0.4的一个差距了。但是 Mercedes AMG 他们的 power 实在是真的跟他们有一段差距了，所以他始终还是没有办法能够守住这个分站冠军的位置。所以呢，这一次我们的最佳车手跟苦瓜奖呢，应该是罗宾车坛从来没有过的，我没记错的话，没有过，就是呢，苦瓜奖也是 Charles Leclerc。对，因为呢，他的表现虽然很棒啊，但是我们就讲嘛，真的是，其实你知道吗？这个我觉得 Leclerc 他是非战之过，因为以他个人的表现来讲的话，实际上我在这个赛后的这个 wrap up 他的一个总结的时候讲，其实 Leclerc 他个人他的技术各方面，他的表现，他的稳定性，现在 No question 都没有任何的疑问。问题就是我就讲，他需要一辆这个车可以的不用担心，然后就是闷着头一上车就去拼冠军的。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当赛事 restart 的时候呢，他也非常好的一个起跑，然后呢就一路慢慢的就把这个距离给拉开了。那我觉得他也非常有技巧性的，就是把那个 gap keep 住。其实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他在这段时间呢，他也感觉到我似乎可以对我的车子有一点信心，然后我就是跑我的。可是真的谁会知道在关键的时刻呢 engine mapping 的 error 出来了，
OK， 这个就变成说，他前面做出来的这个距离呢，都没啦，都没啦，因为你一方面你在那边要 reset 啊，在弄这个的时候，所以很快的就被呢这个 Hamilton 他们从后面追上来。对，因为那时候在他们后面的话呢，在他后面的话呢，有 Bottas， 这次又碰到其实 Mercedes 他们的一个策略的一个运用。这 Team Order 下来，那当然就是呢，看到呢，让 Hamilton 有机会就是彻底的能够放开手的去追。所以呢，这当然了，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，我还是觉得他虽败犹荣。因为他们知道 engine mapping failure 之后呢，其实 Leclerc 在调整这个他的setup， 真的浪费了非常多的时间在找这个正确的这个 reset。对，所以呢，在这中间他真的损失了很多时间。所以可以看到他原本领先的这个 gap 就一下子缩水。对啊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以一个车手来讲，你也会一下子失去了很多对车子的信心，因为你真的不知道，我跑一跑是不是又会有同样的问题出现，或者是现在已经有 engine mapping 的问题。那 engine mapping 去锁定你的这个动力的话呢，不知道事后还会有没有一些其他更多的这个问题，不一样的问题出现。所以他还在最终有没有在这个最后被超掉的时候，又是在 Cops 这边的时候的话呢，你可以看得到啊，他真的在那种心态之下，其实他的压力蛮大的。所以他有 off 往那个左边那边嘛，所以再回来就是让 Hamilton 呢超掉了。对，OK， 所以不过 one way or the other， 我觉得呢表现的最好的是他，但是最苦瓜的，其实这个苦瓜啊，并不是他表现不好，而是他假使没有这样的话，他会怎么样？所以呢 ，Kiki 这一次苦瓜奖跟最佳车手就是 Charles Leclerc。记得要按赞分享罗宾车坛哦。